Hello，虎场大考文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春雷。在莫名其妙里面出现了这些 ID，你看一下这些 ID，你觉得分别是谁？允许一切流走，但也给我剩点。这个是莫锦离吗？其实很多人都合适，我也合适。出淤泥而涂抹全身，拍打至完全吸收。这个应该是叶离，因为他受了很多的伤害，但是完全藏起来了。王爷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。这个是不是明显指向我吗？曹操未必有我多疑。我吧，勾践不能忍，我全都忍了。这个，我觉得叶离跟莫秀瑶都挺适合的。那大家都说莫秀瑶和叶离是那种彼此治愈嘛？他们说你是从那个骨科患者变成心理医生，然后这个转变是怎么转变的呢？首先，他是也被治愈了，这段时间里接收到了充足的爱，所以也懂得了一些爱人的方法吧，所以就懂得怎么去当一个所谓的心理医生。那如果叶离说心理委员我不得劲，王爷会怎么样去治愈他呢？是那种鼓励他为他兜底啊，还是别的方式？都会有，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陪伴。你像剧里说的，你最重要的是多陪陪他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爱意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嘛。你现实中也是，因为他如果能够很多时间陪着你，那就说明他已经推掉了很多事情了，他愿意选择在所有的事情里选择陪你。那健身能健出效果，但是又不练斜方肌的秘诀是什么呢？会稍微多注意一下吧，就是因为一定会带到的，但是就是尽量少借力就好了。找个教练先规范好动作，自己练的状态下不要做这个大重量，除非你的动作已经非常标准了。对，就是可以养成一个良好的动作习惯之后再去练。你对每次那个泡澡啊这些戏份的表现是满意的吗？会觉得还可以再练练，那挺好的。如果就是不定时的露身材的话，我觉得是一种督促吧，就是你会一直保持一个较好的一个状态身材。那你会好意思看大家这些戏的弹幕吗？那弹幕可精彩了。那大家都说在健身房健身的人最爱听的话就是你练得真好啊，你也爱听吗？但我最近看到一个抽象的，就是看似在夸你，其实在损你那种，就是网上玩梗，不是说对我，但其实对我也适用。哇塞，你怎么练这么好啊？腿怎么练那么细啊？哦，我知道这个，我知道这个。对，为什么帅哥你的腿这么细了还用练吗？对，因为我没办法，我尝试过做很多大重量的练腿，可能还是不够啊，吃的不够或者怎么样，就是我腿是最难练起来的，所以有一段时间就放弃了，就因为就露大部分也是露上肢。你对练腿有执念吗？我觉得练腿是必须的吧。大家都说第4集的那个男主视角非常惊艳嘛，就是一个反转。想知道看莫修瑶质问小皇上的那段，你在演那段的时候是怎样快速入戏的呢？首先，这个事件的一路挺曲折的，他肯定会带入到当事人的一个视角。那你演这种情绪戏总被夸嘛，就是很有爆发力，你有自己的方法吗？我会更多是真情实感去感受吧，但其实有时候你不会说完全排除到那个场外干扰的，比如说刚进组那几天，你看到很多张陌生的面孔，你还是会紧张，还是会没有那么放得开。但是当你吼了2遍之后，你觉得大家目光的对你的干扰好像其实没那么多了之后，会更好一点。那你和林玉芬导演合作是什么样的感受？都说他是暴击的神，他很可爱，他真的很可爱，他没有长辈的语气，他有的只是对生活和对现在接触到的东西的一种天真的反馈。那他会夸你们？这是他更可爱的地方，就是他很多东西都说得很直，你又觉得很受用，然后他过2天又会说你，他又告诉你我为什么说你。你很多东西自己的挺好的啊，挺不错的啊，但是现在我要说你了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因为我不想你觉得自己就是演得很好了就放松了或者怎么样，就这种。那他夸你什么让你印象深刻了吗？其实也是互相磨合起来的，因为比如说导演说这场戏想有什么样的创作，然后大家一起 get 到了一个点，然后去呈现出来还不错的时候，他就会觉得大家互相能懂那个意思，然后就会夸夸吧，他都会夸，包括叶离他也经常夸夸，但他有时候他会说我，他就很怕我说固化自己的表演了，就是隔3差5的夸完我之后得把我拉回来一下，因为他是真的，他就是真的为你好了，他是真的说你这儿不好那不好，得明确的告诉你，但是呢你这好那好你得继续保持，很真心的为你好的一个。那如果莫离有一个现代番外篇哈，你觉得莫修瑶会是什么职业什么性格呢？我觉得他应该会在公司，然后是那种高层。对，然后是那种
家族的公司，可能是他哥他爹打拼起来的，然后他接手了这种。什么性格呢？也是那种腹黑的吗？可能就是也差不多吧，我觉得性格应该是不会变的吧。那如果他跟叶里在现代呢？我觉得故事的发展应该是一样的，只是时代背景跟借用的物体不一样罢了。赐婚这种东西，赐婚，对，可能这种就家族联姻嘛，先婚后爱，对家族联姻了。对，核心应该是不会变的，但是好玩就好玩在一些怎么去变成现代的一个场景吧。那他们都说你是最有资格说神图有了的人，在片场有没有拍出什么神图？还好，我就是有一些，我给露露，然后给莫景黎，然后给那王素武也拍了，大家其实都有拍。那你都是修好了发给他们好，打包？当然不会让别人看原图的。就这么无偿的发给他们了，也没有要一点回报哈。他们当模特就是最好的回报了。那因为你总是在地球 online 的横店地图做任务嘛，觉得你在横店有解锁什么不一样的奖励？还好，我在横店其实挺几点一线的，更多就是在片场跟家里来回走。横店现在好吃的是越来越多了，适合健康饮食的好吃的也越来越多。然后横店附近有一些山啊，然后有一些风景还不错的道路啊，其实逐渐有发现。那你有开辟出自己独特的就是健身运动的一条路线吗？比如说我下班收工先去哪里？一般是先去健身，然后看什么时候收工了，早一点先回家歇会儿吧，然后再去健身，吃个饭去健身，然后也没什么特别事情干。也没有骑行哈。最近很少骑行了，单车吃灰吃了1年了。大家都说很多称呼的亲密度变化了嘛，想测试一下，你觉得以下称呼的亲密度是怎样的？角色名大名，然后东东，然后还哥哥。大名有点就是到现在都没适应啊。不要。大名有点太亲密了，平和一点的亲密度是东东吧。然后，角色名和什么？角色名和哥哥。哥哥。还有老师、老公，还有 AAA 广东杨总。AAA 广东杨总就很像我身边的老家的亲戚了。就我们那儿很多人是个人就是总。我们那什么老板王老板、杨老板，这是一种口头习惯，就是广东文化好像，大家都全世界都是哈，就是会对发财有一种执念。在哪儿忙呢？他不说在哪儿忙，他说最近在哪儿发财啊？就这种。那会有人这么问你吗？上一辈。上一辈会这么问你。然后我们下一辈会打趣嘛，就是互相打趣，最近在哪儿发财呢？那还有射手座181搏击这么称呼你呢？干嘛？想干嘛？不要。不喜欢这种，还是喜欢杨总。对。那还有摄影大佬呢？如果大家都是走到哪都叫你摄影大佬，别，也会很有压力。给你标签太多，会有点挤压你对这个兴趣的动力的。所以我经常很怕一些标签，就是因为给你定了太多标签之后，好像你必须做到那样，你对这个兴趣就越来越畏惧了。我也允许自己拍的一般，也允许自己怎么样，偶尔出一张我就很高兴。